角度到底强不强？有人说他能完爆卡卡西，还能从逐渐的木盾下生还，实力在小里能排到中上游。也有人说他就是个青春版的三代，无盾在大后期是根本上不了台面的，所以撑死就以普普通通的影级实力。那本期视频就来全方面探讨一下角度，看看他的实力有没有水分。那么点个关注，开始本期视频吧。角度原是龙陨村的忍者，在暗杀诛奸的任务中败在木盾秘术之下，险些丧命。人从诛奸手中溜走，那自然离不开他的土矛之术。这是一招能硬化皮肤，同时增幅攻击和防御的忍术。攻能一拳击碎火之四大门，防能扛下2为1爪。这招哪怕放到后期也是很有逼格的。逃回村子的角度因任务失败受到重罚，一气之下他便偷走了村子的秘术地怨鱼，成了叛人。也就是说，角度在暗杀初代时连地怨鱼都还没有学会，那他哪来的底气去碰瓷初代呢？我的天哪！这是因为在火影早期的设定里，3代才是最强火影，秽土初代和2代联手都不是3代的对手。但到了后期，初代和2代得到了大幅增强，飞剑抢走了水门飞雷神的版权，诛奸撸走了3代最强火影和忍者之神的名号。这样角度这话像是在吹牛逼，被大家戏称为800里开外扔了个手里剑。而被偷走的地怨鱼也成了角度的招牌忍术，除了可以拆分和缝补身体，还可以夺取对方的心脏为己用，在给自己加条命的同时，还能使用对方的忍术，这让角度也成了5盾忍者。至于强度嘛，我们来看看角度与第10版一战吧。战斗一开始，角度就中了鹿丸的计，被卡卡西的雷切穿心送掉了水遁面具。这些面具本身是有一定抗性的，丁次的超推手都打不烂，但雷切这级别的攻击是接不住的。接着角度发动了风盾压害，树的攻击范围非常大，但往往这种 AOE 是最唬人的，看着声势浩大，但就是打不出伤害。大风过后，卡卡西仅仅只是损失了一件马甲而已。对比同是 AOE 的斩斩五，手举这术可是实打实的拿下了一个人头。而角度这风盾说白了就是雷声大雨点小。大家注意一下，角度用风盾前这几个人的站位，卡卡西和鹿丸丁次是不在一个方向的。在被风盾打中后，照理说卡卡西应该离鹿丸他们更远了，可接下来角度用雷盾伟岸攻击鹿丸丁次时，卡卡西竟从远处赶回来帮忙接下了。一方面是卡卡西的速度真的快，另一方面也能看出伟岸的攻击速度确实不咋地，连鹿丸都有时间掏出卷轴做好应对措施。不过树的威力倒是不错，能和雷切五五开，甚至略胜一筹。还没等第10班喘口气，角度又发射了火盾头刻苦。对比班的好火灭却，头刻苦的范围是要大的很多的，但光范围大打不中人又有什么用呢？要知道朱鹭蝶3人的速度都慢得要死，人家丁次连滚带爬都能避开，那你这个树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和刚刚的风盾压害一样，又是一个光打雷不下雨的唬人忍术。大家看看动画里这些火焰的攻击速度，就跟晴天里的浪花一样，你踮起脚尖都能追上。眼看着3发攻击都被躲过了，于是角度用风盾助力火盾提升了攻击速度和范围。卡卡西一发水针臂根本挡不住，他想开溜却又被角度给逮住了。这里没有鹿丸帮忙，卡卡西就挂了。毕竟角度的实力铁定是强于这一时期的卡卡西的。有人说卡卡西是被朱鹭蝶拖累了，前面浪费了2发雷切，害得他没有多余的查克拉用神威了。卡卡西可能在战斗技巧上确实不输角度，但缺能的他对付多命的角度就是会很吃力的。随后就是鸣人大河救驾，最后鸣人火用影分身拿下了角度。不过很多人觉得这里有剧情杀的成分在，一是角度让剩下的2颗心脏回归了本体，没有给自己留退路；二是自诩战斗经验丰富的角度没能识破鸣人的影分身。我个人觉得让心脏回归本体是角度为了进入这个土矛的形态，后面鸣人他们来了，要是又把面具拆分出去，注意力会分散的，并且风盾螺旋手里剑的强度让他不得不打起12分精神去全力应对。其次，鸣人的影分身作战确实迷惑性很强。第一次，鸣人是让影分身掩护本体进空，这也是影分身的常见操作，实施本体一目了然。但第二次，鸣人是让本体假装成影分身去掩护另一个影分身，给到角度那个影分身一定就是本体的错觉。这种操作虽然没有难度，但确实很难被识破。后面鸣人让影分身背上求道玉骗了辉夜，博人让影分身带着科学忍具骗了青，川木让影分身夹着一只骗了一世。他们都没能看穿影分身，那凭什么角度就一定能看穿呢？角度他是很聪明吗？反正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感觉出来。出云磁铁2个中人的组合技，角度识破不了，是中招后再挣脱的。青叶雷同2个特别杀人的组合技也识破不了，硬生生挨了雷同一刀。朱鹭蝶的配合还是识破不了，丁次的攻击都快贴脸了，他才反应过来用土矛挡下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但凡对方使出一点点小伎俩，角度他都是看不穿的。这时你可能会说，角度显久，智商很高的。
这确实是一个很高的素质，但大家别忘了，贤这一项是由智商和知识储备量2个部分构成的。比如小樱贤8，鸣人佐助贤6，很明显小樱的贤是靠知识量撑着的，人家学医那3年可是读完了满腔的医术呢，而鸣人佐助则是实打实的战斗智商，并且知识储备这个东西会随着你的人生阅历增加的，你年纪越大，见识的越多，懂得就越多，那贤这项数值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提升。所以你看那些上了年纪的忍者，贤都不会太低。但角度多少岁呢？他91岁了。不说他学富五车，但至少也该是个小百科吧。可实际上呢，我把35岁以上的忍者拉了个表，大家看看他们的弦，只有角度和自来也不是满值。些35岁都已经弦10了，你91岁了才弦9，你比人家整整多活了56年，最后还比人家低一点，那我只能认为是你智商这块拖了后腿了。火影里大家觉得是剧情杀的战斗很多，其实大部分输的那方都有性格使然的因素在里面。有的太自大了，全程不把对手放在眼里；有的自尊心又太强，被逼急了就想着鱼死网破。但角度不是哦，他面对鸣人可是非常谨慎的。一会儿说鸣人是9位人助力，不可掉以轻心；一会儿说要当心风遁螺旋手里剑，绝对不能被打中。中间还几次3番分析了风遁螺旋手里剑的弱点，才伸长了黑线，特意调整成了远程形态。该做的角度他都做了，但技不如人就是技不如人，所以别说什么角度是被剧情杀的，在那个当下他就是识别不出哪个是本体。最后我给角度的实力评级是1级。说飞段是小里面最弱的，应该没人有意见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知居。如果问小里面谁最强，你可能会纠结一会儿；但要问谁最弱，你肯定会不假思索的回答到飞段。大家给飞段实力评级时，甚至只会给到精英上人的水平，连赢的门槛都够不着。本期视频我就来分析一下飞段实力到底如何，说他是最热的小成员，究竟有没有冤枉他？那么点个关注，开始本期视频吧。飞段的初登场，岸本可是给足了牌面，献祭了2位人助力游牧人来抬举飞段，所以大家对飞段实力的心理预期是非常高的。飞段的招牌秘术死死贫血，能够在舔舐对方血液后返还自己在法阵中受到的伤害，这也是他干掉游牧人地路阿斯玛拿下3杀的绝活。就战绩而言，飞段在小里算比较靠前的，但发动死死贫血的大前提是取到对方的血。飞段的取血方式非常简单粗暴，就是拿着大镰刀去与对方近身肉搏。至于飞段的体术水平嘛，我们就先来看看他与阿斯玛的一战吧。战斗刚开始时，阿斯玛扔出手里剑吸引注意，鹿丸趁机控住飞段，出云之铁在左用夹击刺穿了飞段的身体。此时大家都还不知道飞段不死之身的情报，同身体对飞段并无大碍。正当大家惊于飞段没死时，角度从交易所冲出来，鹿丸急于闪避，被迫解开了影子束缚术。双方调整好姿势后，战斗正式来到第1阶段。飞段和阿斯玛都选择先近身试探一下对方。翻开两人的能力数值，飞段的体术和力气与阿斯玛相当，但速度比阿斯玛低了2个点。照理说近身作战飞段比较不利，可事实上呢，飞段的大刺刀在与阿斯玛的飞燕对拼中损坏后，迅速调整身位，向阿斯玛扔出大镰刀。此时鹿丸也从旁出手了，飞段在躲避影子的同时，又扔出苦无进行佯攻。阿斯玛觉得镰刀应该够不着他，便选择了去挡苦无，可没有料到镰刀连接着绳索，飞段拉了下绳索，镰刀便划到了阿斯玛脸上。动画在这里加了很多戏，漫画里飞段其实就用了1个回合便取到了阿斯玛的血，用苦无声东击西，实在算不上多高明的手段。可无奈阿斯玛的战斗意识实在太差了，连这么低级的小把戏都识破不了，且还是在有鹿丸配合的情况下都表现得大失所望。要知道飞段在大家眼里咋咋呼呼的，脑子不好使，但就这场较量而言，飞段的头脑可比阿斯玛灵光多了。不过我们卡卡西就没阿斯玛那么好糊弄了，卡卡西的体术较飞段而言速度优于，但力气不足，再加上小苦无对大镰刀，卡卡西近身占不到什么便宜，但能靠速度优势来溜飞段，给人一种五五开的感觉。所以飞段的体术看上去其实还行，但也就如此了。毕竟除了体术，飞段并没有表现出其他作战能力，单一的体术让他面临我爱罗、迪达拉这种飞天上的，水月小兰这种免疫物理攻击的，雷影水
们这种速度快的忍者毫无办法。除此之外，发动投命还需要自己在圈内才能生效，那只要阻止你进圈或者直接破坏掉那个圈不就行了吗？阿斯玛的火盾飞段能够在圈里扛下来，那手局上个风盾，鬼叫吐个水盾，直接把你从圈里冲出去，你该怎么办？或者更直接点，小樱一拳破坏掉地面，圈没了，你又该怎么办？当然了，我这是开了上帝视角，是以知道飞段情报的前提下设想的对策。到了实战里，你得像阿斯玛录完那样去一步步试验才行，风险当然是存在的。飞段能够毫无顾虑地使用死丝贫血，仰仗的就是他的不死之身，但飞段的不死之身似乎被大家太过高估了。如果要在火影众多角色中选出一个碰瓷王，我一定首推飞段，因为但凡出一个新 BOSS， 就一定会出现飞段是不死之身，完全不虚之类的言论。从在疾风传时碰瓷辉夜，到博人传吹一世踢不死飞段，再到迪蒙反弹伤不到飞段，真是哪都有飞段碰瓷的身影。究其原因嘛，还是大家对飞段不死之身有误解，被不死二字给唬住了，误把不死当做了再生和复活。大家回想一下三人大战时，纲手开了创造再生，在那吹自己在战斗中不会死时是如何被大手腕打脸的，大手腕直接去拧纲手脖子了，管你什么再生术，只要让你脑袋分家，你不死也得死。飞段的不死之身其实也一样，只要被断头，哪怕是断条腿，就会失去作战能力，即便不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飞段可没有像纲手那样的扩羽之术来缝合身体，没有大手腕维克多那样的再生之术，更没有辉夜那样真正不死不灭的能力。他能倚仗的只有角度来帮他缝缝补补。他所谓的不死之身，在被阿斯玛砍头录完肢解后，毫无回天之力。大家想想，为什么药师灯没有绘图转身飞段？因为就飞段这不死之身，跟绘图的不死之身比起来，简直太 low 了，都压根就瞧不上。人家宁愿绘图你的手下败将阿斯玛，都不愿绘图你。至于飞段现在是否还活着这个问题，岸本早在10年前就给出了答案，还活着，但得不到营养的话也会死亡，现在差不多已经发臭了。最后我对飞段的实力总结：上课的体术，单一的攻击手段，操作繁琐的秘术，虚假的不死之身，实力评级经营伤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了，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